罗伯，这是我一大早突然买的，都是你喜欢吃。谢谢公子。好吃。打哪儿呢你？我帮你擦擦。住手！我饿了，先吃饭。吃饭？我不饿呀。我说我饿了。哼。小伟，那位李皇孙可是捡到了你丢的那根簪子啊！真没想到，堂堂皇孙，镇西军统帅，这么爱贪小便宜，捡了别人东西不还，竟然堂而皇之的插自己头上，太无耻了！我去给你要回来。喂，别多事了，大局为重。何校尉的簪子不是说丢了吗？为何会在李念那里？是何校尉送给他的。哎呀，有些人就是这么的嘴硬心软。这一大早上出去忙活了，也不让我知道。哦，是吗？哎呀，明明说着不送，最后还是送了。看来送给皇孙护腕之人，一定是皇孙十分重视的。那当然了，只是我觉得，虽然我重视他，但他更重视我。如此，便要恭喜皇孙。哎，你觉得送我护腕的这个人，跟我的爱妾比起来怎么样？皇孙慎言，当初我是为了脱身权宜之计，才出此言诓骗了诸人。可没想到皇孙居然口齿轻薄，公然在我家公子面前辱及我名誉。这么在意你家公子？那是自然。为什么？之前不便为外人知晓，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。其实，我是我们家公子的侍妾，所以还请皇孙慎言，以后莫要在我家公子面前辱及我清白。走了，桃子。小薇，你为什么要跟皇孙说你是公子的侍妾啊？今日的谈判正到要紧处，要想乱了他李皇孙的心神，必须得有一个出其不意的消息才好。啊，乱他心神，你就要这样说，那不是有损你女儿家的清誉吗？你跟公子之间清清白白，明明压根儿就不是什么他的侍妾，这样同外人说自己，以后还要不要嫁人？傻丫头，这世上能娶我的男人，才不介意我这么说了。哎，不对啊，你以前总是说这世上能娶你的男人，只怕还未出生呢，怎么今天忽然就改口了？你终于发现这世上有能娶你的男人了，是不是？快告诉我是谁啊？他是……我就不告诉你，快走吧，啰嗦！哎，告诉我嘛，我想知道。建州守军认服不认人，我们崔家军既然虎符在手，那建州已然是我们的了。那你们倒是拿虎符去呀！别以为老子不知道，你们不就想要韩立吗？凭虎符进城，以韩立相协，如此就能不费一兵一卒拿下建州城。并州城已经是你们的了，靠着韩立有何用处？那你们就把挪扣的军粮通通还给我们珍惜去。今日也该有个结果。怕是那位皇孙没有那么好说话。韩
韩立，我要定了。哎呀，公子啊，你的束发松了，我帮你去梳一梳吧。好。石七郎，其实关于崔家军的何校尉，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不当讲。好，我们家公子说了，都已经谈了数日，依照昔日盟约，这韩立被镇西军所得，那并州城就归镇西军所有；但这虎符被我们崔家军所得，这建州城就理应归我们崔家军。虎符明明是我们先找到的，你们用计夺了去。还有，并州城明明是我们镇西军所有，你们却抢先入城，抢走粮草，先还了粮草，再说建州的事儿。事已至此，不如大家心平气和，好好商议一番。哼，说的比唱的好听。什么商议？你们就是想占我们镇西军的便宜。这位勇士，话不能这么说嘛。既然是商议，那吃亏让步，我们崔家军也都是可以的。行，那你们说说，你们打算怎么吃亏啊？皇孙殿下不是想匡扶社稷之将倾，收复东西两都？可以你们镇西军现在的存粮，别说收复东西两都了，怕是连洛水的边儿都摸不着。若是在并州继续耽搁几日，只怕这存粮会越发不够。现在你我二军就建州的问题一直争执不下，但按照规矩，这虎符既然已经被我们崔家军所得，那这建州城就理应归我们崔家军。只不过我们想讨要韩立，图个方便，所以我们家公子刚才说了，我们打算吃点亏，送给你们50车粮草，这样也能助你们早日拔营去往洛阳。以贵军这悍勇，还怕打不下洛阳吗？哼，你这话说的，感觉我们像捡了一个大便宜。50车粮草，区50车粮草，只够我们镇西军一日2食，勉强赶到洛水之畔。那建州与洛阳孰轻孰重，皇孙殿下不会分不清楚吧？自然。那皇孙愿不愿意用韩立来换足足50车粮草？可以。石七郎，石七郎，好，皇孙殿下自然是一诺千金，只要你们把韩立交给我们崔家军，那我们公子也绝对不会食言，粮草一定会按时送到。哎，石七郎，这50车也太少了吧？老包，你们让我静一静。说吧，有什么计谋？什么计谋？你难道不是故意答应那个何校尉以韩立换50车粮草？是不是打算一石三鸟，趁崔家军不备，把粮草和韩立一并拿下，顺带手的再拿下建州？粮草韩立兼得，且拿下建州。有好法子吗？现在不应该是你胸有成竹、早有预谋的吗？不然你为什么那么轻易就答应那个何校尉这么苛刻的条件？我有一个朋友，啊？我这个友人，他看中了一个姑娘。等镇西军交出韩立之后，让左营带着韩立跟虎符立刻拔营前去收复建州。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吧。不用，眼下有了韩立跟虎符，建州城必定是手到擒来。反而现在洛阳才是最棘手之处。我猜测李逆拿到粮草之后，一定会直指洛阳，我们一定要抢在他的前面。那你这个友人是咱们镇西军中的人，还是你京中的旧识啊？摇什么头啊？说呀！这个姑娘，她不该喜欢。不该喜欢？哎，她难道喜欢上了醉红楼的清官人？哎，其实也无妨，
只要这个清官人品性善良，也无所谓的。不是，那是什么？你说呀。他好不容易看上一个人，可偏偏那姑娘已经是别人的侍妾了。哎呀，石七郎啊，石七郎，我算是明白了，你今日如此反常，是因为这件事儿。什么如此反常？我哪里反常了？我说的是那个友人。行，那咱们今日就说说你这位友人。现在国难当头，他还想着情爱小事，他将此事告知于你，说明他心中耿耿于怀，日后肯定还会去纠缠的。倒也不是。哎，行了，他明知道此人有了夫婿，还暗中觊觎。石青郎，我告诉你，色令智昏也。其实你不用说了，石青郎，我劝你早日和你这个友人一刀两断，否则你不怕近墨者黑，有一天你也喜欢上别人的妾室吗？石七郎，三思啊！啊！哎，今日李皇孙如此失魂落魄，就这么轻易答应了咱们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谁知道呢？那我就让陈醒去安排粮草了。哎，等等，我又想到了一个计策。如果到时候他们的人比我们先到洛阳，我们再伏击，然后……奴婢替娘娘出宫修道，是奴婢的福分。只是奴婢从小服侍娘娘，从府里到宫里，这么多年，奴婢舍不得。娘娘日后万千保重。修道是好事，替我积福，也替你自己积福。我身边还有锦娘，不用挂心。倒是你，保重自己，也替我照顾好江氏。去吧。是。娘娘放心，奴婢走了。大都督，都办妥了。好，去跟夫人说一声，就说我已经替她出气了。可萧妃娘娘那里万一知道了，她是个聪明人，必然会以为是郑国公派人杀了那几位宫女，替魏国夫人出气的。可万一萧妃娘娘想不开，不肯罢休闹僵起来，岂不是对郑国公不利？哼，不过是几个奴婢而已，杀就杀了。我也说过了，他是个聪明人，他不会因为他们不识大体，以卵击石。皇孙营夜来访，难道是想做梁上君子？
你到底是来做什么？我今天来是想还你。还我什么？我来是想向你解释，白天是我误会了，我以为护腕是你送的，言语间多有冒犯，还请见谅。你以为是我送的？是，后面才发现是顾家小姐送的，不过我已经将护腕还给她了。你以为是我送的，所以带着很喜欢，后来却发现是顾家小姐送的，就还给她了。你是想来告诉我这个？倒也不是，我这不是看见月色正好，正适合抢虎符吗？这回你可猜错了，虎符不在我这儿。我知道。你既然知道，还来这干嘛？我这不是……小伟，你睡了吗？我已经准备睡了。哦，那我也去睡了。好，你快去吧。那你早点歇息吧，小伟。知道了。你捂着眼睛干嘛？脸这么红啊！太热了这儿。基业露重风寒，皇孙居然觉得太热了。你刚才为什么要帮我遮掩？深夜擅闯女子卧房，皇孙不嫌瓜田李下，我还嫌。我跟你说个正事，今日你用50车粮草换取建州，明显不公。我知道你们崔家在荆州埋伏着人手，我父王被孙敬扣在荆州，我想借你们人手一用，救出我父王。皇孙真是毫不客气呢。我要是偏偏不答应呢？你要是不答应，那我就……阿莹，你睡了吗？我刚睡下。我有要事要同你商议。好，我来了。公子。公子，是不是哪儿来了军报啊？其实也没有什么要紧事，只是我听桃子说你未用晚膳，所以才过来看看你。不过我见你气色还挺好的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不过下午点心多吃了点儿，晚上就没什么胃口。那你早点睡吧。公子也早点安歇。
说，杀上崔家军。你俩在这打什么呀？石小不是说假打吗？打谁不一样？屁话！你打自己人吧？打崔家军呢？打他们啊！去呀！呀！走！你往哪踩啊你啊！竟然踩你爷爷的手！哟，你不是死了吗？诈尸呢？原来你们镇西军都是这种欺软怕硬、只会诈尸的鼠辈。臭小子，看爷爷今天怎么收拾你！原来是你。我可又救了你一次。好，那我就还你一次。这些人为何要杀你？这些人虽皆是面生之人，又极力遮掩，但我心中有所猜测。石七郎，没事吧？受伤了？姓崔的，不是说好了假打吗？怎么回事？我看交战到这儿差不多了。走。报。如何？事后来报，镇西军已击溃崔家军，崔公子负伤，崔家军后撤30里，重新列阵。镇西军虽胜，但损伤惨重，元帅李逆腿部中枪，已被抬回军中。好，副将军，都说这个李逆狡诈，崔家军勇武，我看不过如此嘛。不如让我带兵各个击破，好向大都督报喜。什么？哎，我答应了李逆，只要他击败崔家军，便送他半城粮草，允许他绕洛阳而过。什么？你给他粮草，你还让他绕城而过？你这要造反了你！你懂什么？洛阳乃是东都，地势人心，非同寻常。眼下洛阳城中虽然是兵力粮草充足，但若是崔家军和镇西军联手攻城，亦或是围困洛阳，断绝粮道，岂不是置京都、置大都督于危险之中？我看你就是畏战，巧言令色。哼！我冒险用计离间崔家和镇西两军，如今他们两败俱伤，只怕
万一这里边有诈，必得先将他们引离洛阳，而后再筹谋如何将他们分而击尽。疼吧？不疼，就是蹭到了。阿莹，你怎么受伤了？公子，公子，没事儿，我没受伤。没有伤到就好。公子，崔家军的人，有人想杀我。不对，刚才我戴着面具，他们以为我是你。是有人想杀你。那你觉得是何人所为？崔家军中的人，能一直这样不遗余力地针对你我，还能有谁呢？看来这个崔丽隐忍多年，终究是忍不住了。公子放心，我会有办法，让他掀不起风浪来。石七郎，哟，石七郎，今儿叫我来，不喝酒了，改喝茶了？以茶代酒，浅饮几杯。哎呀，如此好茶，得多饮几杯。不对呀，你今天怎么那么开心啊？有喜事儿？哎呀，你算是说到点子上了。我那个朋友呢，原来他喜欢的姑娘，不是人家小妾。哎呀，石七郎，你的朋友还没把这件事情放下呢。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，我以为他们早就断了呢。哎，你不懂。行，我不懂啊，但是明眼人都看出来了，那个何校尉和崔公子来往密切，就算不是他的妾室，这两个人必定有私情。石七郎，我们和崔家军虽然同是秦王之师，但是这个崔家是肯定有一心的，将来会成为国朝之患的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哼，什么时候知道的？长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，你喜欢那个何校尉，是不是？有这么明显吗？那下回我收敛一点。你干嘛去啊？小伟，吃饭啦！吃饭啦！桃子，帮我把最毒的毒药拿来，沾唇即死的那种。你要毒药做什么？去拿来就是了。哦，行，我这就去。毒药。哎呀，最毒的毒药。怎么，何校尉知道我来了，想杀我灭口啊？皇孙受了伤，不在营中休养，到我这来做什么？哎呀，以前都是你替你们家公子上阵杀敌的吧？当然不是了，今日公子身体不适，我才替他上阵。哦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我知道了你的身份。知道我什么身份？我知道你的身份其实是……我知道你其实压根就不是崔公子的小妾。我就不是，那又如何？哼，你这个满口谎言的小骗子！啊，跟你商量个事啊，如果我抓到郑国公，洛阳就归我，如何？那不行，即便你能抓到郑国公，
除非你们镇西军不需要我们崔家军相助就能攻下洛阳，否则洛阳不能归你。小伟，毒药拿来了，咱们是要去给镇西军下毒吗？回头再跟你聊聊这件事。小伟，这李皇孙怎么来了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怎么还有以后再说？你以前有什么事情都不瞒着我，现在都不告诉我了。这毒药还用吗？崔家军大败，后退30里。昨日一战，不负福公所望。这仗打得漂亮，不愧是你阿爷的好儿子。福公过誉了。昨日一战，皇孙受伤，今日不能前来，特意叮嘱我，谢过福公的粮草。福某说话算话，答应给他的粮草，就一定会给他的。那就谢过福公了。转告李逆，让他好自为之吧。是。石七郎，这不是服务员答应给咱们的粮食吗？咱们干嘛还在这儿埋伏？待会儿我给大家变一个戏法瞧瞧。什么戏法？就从这粮食里面，给你们变一个郑国公出来。啊！出！出来！快！别上来！出来啊！出来！别动！裴将军啊，这够吃多长时间啊？够吃一阵了。这还抓到一条大鱼呢。这下洛阳城啊，稳妥了。这就是孙敬的小舅子，郑国公是吧？啊，哎，长得也不咋好看呀。就是啊，那孙敬的老婆长得肯定也不好看。哎呀，我还没见过国公这样的大官。这甲不错呀，不错呀。这样的大官就义道，竟然嗷嗷的哭。洛阳城的亲贵子弟躲在这个粮车上想偷袭我们，还是我们石七郎神机妙算，把他们逮了个正着。既然已经抓了郑国公，那么这洛阳城就等于是在我们手上了。是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将军，镇西军李逆、崔家军崔林合围，带着郑国公及其随从亲贵前来城前，说愿意用郑国公及被俘的城中亲贵换取城池。换什么换？什么郑国公、外国公，都比不上洛阳城。这等泼皮无赖的事，也只有你们镇西军做得出来。你别看泼皮无赖，可是管用啊！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我才不跟你赌。信服的胡儿，给我听好了！我们家皇孙，元帅说了，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打开洛阳城的城门，我们就放了郑国公和这些亲贵子弟。我们保证，不拿城中的财帛，不伤害城中的百姓。怎么样啊？这买卖划算吧？郑国公可是孙敬的内弟，你要是不救他，孙敬那个大都督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还不如……
放箭啊！射死了郑国公，砍孙敬，不砍了你们的人头！扶阳，你疯了！扶阳，别你放啊！别！放啊！扶阳，别啊！吴元，你这个混蛋！吴元，你给我放死之后呢？城里的千万人可都看着呢，大都不会放过你的。剑法不错呀，要是再偏一点，射中郑国公的心口，那可就不好用了。我已经派人进攻瀛州，不能再让崔乙那个老儿坐享清福了。哼！大都督好一招围魏救赵啊！如此，崔家军必得放弃洛阳，持救瀛州，就剩下镇西军，孤掌难鸣，正好各个击破。传话给福元，郑国公贪功误国，死不足惜，叫他不要顾虑，坚守洛阳为上。是。但魏国夫人那里，夫人聒噪，我不理会便是了。李逆的那2个兄长，如今还在江南吗？啊，李俊和李来皆无领兵之才，此刻仍被困在江南，不足为惧。哦，放他们出关吗？大都督的意思是，兄弟3个人聚在一起，方知谁是鲲鹏，谁是雀鸟。那2个雀鸟，怎么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兄弟展翅高飞呢？大都督妙计，自古以来便不缺兄弟戏强之时，这李逆也该尝尝各种滋味了。来，这个孙敬用兵诡计，派大军进攻瀛州，但崔家军的主力在此，只怕父亲那边撑不了多久。孙敬这是围魏救赵，逼我们退出洛阳。我还是动身回瀛州吧。现在回去也来不及。那怎么办？主要瀛州路途遥远，若是能借到望州，倒是可以在路程上节省好些时日，既能解瀛州之围，又可拿下洛阳。可望州在李逆手里，只怕他不肯借道啊。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这件事情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。什么？瀛州告急？消息非常可靠，孙敬大军已经在路上了。看来崔家军肯定会有所行动，但他们未必能赶到瀛州啊。若要及时赶回的话，崔林得需借到望州。你什么意思？是要把望州借给他们？我等他们来还。长儿，你陪桃子姑娘去找医书。是。桃子姑娘，东都之壮阔，唯登高可见。俯视洛阳川，茫茫走胡兵。流血屠野草，豺狼尽灌婴。皇孙借太白的事，是在暗讽何人？我只是忽生感慨，穷极壮丽的东都，如今一卷入战火，虽无明日，不知何时能现。皇孙自起兵以来，便知道，这烽火连天，白骨万千，只有以战止战，方才可天下太平。我只希望
能够早日收回这半壁河山，还天下百姓一个安宁。我也希望。那日你跟我说，想借我崔家军在京中的人，帮你救出梁王，不是不行。 但你得先赢了我。听你这口气，又想出什么花招？那皇孙愿不愿意跟我来赌一把？知道皇孙谨慎，那赌注就由我来说吧。如果我赢了，你要让我借到望州；如果你赢了，那我崔家军便帮你救出梁王。 听上去倒是挺公平的，怎么赌？怎么赌？其实很简单，你闭上眼睛，我从1数到10，在数到10之前，如果你忍不住睁开了眼睛，那你便输了。你不会又想趁我闭上眼睛一针刺晕我吧？ 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。如何？赌。不过呢，我要自己来数数。就算你一针刺过来，我也绝不正面。好，那你闭上眼睛，自己数数吧。 1，2，3。看二位的模样，都是读书识字之人，还请二位在洒扫时爱惜书籍。是。是。你休息一下，我来收拾吧。让皇孙亲自干活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既然我赌输了，就让我先略表心意。
惟妙惟肖，画的真好。此画命名为《皇孙劳作图》，你觉得如何？题名更好。想必这是要赠予我了。这是我画的，为何要赠给你啊？可你画的分明是我，自然归我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你在笑我什么呀？没什么，不能说。你快说，你在笑我什么？要是我说了，你不许生气啊？你先说来听听。你呢，将我放在你胸口，日日夜夜这么带着，思念时还可以拿出来看一看，我自然高兴，我一高兴就笑了。油嘴滑舌。哎呀，多谢强赠。你这个人，真是无孔不入。好了，我们说正事吧。既然你赢了赌约，那我依约让你借刀望州。只是，你如何才能答应我救出我父亲？那你不妨考虑一下，帮我攻下洛阳。好说。皇孙就这么有把握，已经可以攻下洛阳了？首先呢，你我联手陈兵洛阳城下，就已经有了5分胜算。郑国公被擒，7分胜算。福云儿虽然悍勇，但他并不明朝中的政局。更不知那些世家的打算，9分胜算，这都已经有了9分胜算了。这个洛阳城，不尽在掌握之中吗？皇孙如此替梁王谋划，梁王何幸？他是我的父王，我自然会救他。他在孙敬手中，我怕我们攻破洛阳。孙敬未必不会起杀心。那不如置之死地而后生。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傅云儿假借大都督之名，是绝对不会救我们家郑国公了。只怕诸位府中的主人，傅云儿也是不会救的了。那要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傅云儿是不能指望了，我们必须靠自己把主人救出来啊！这么说对。将军，出事了！进来。郑国公的家人率着私兵打昏了城门守卫，开了城门，引镇西军和崔家军入城了。什么？完了，全完了！这些蠢货！没想到这洛阳城葬送在他们手里，我要杀了这些蠢货，斩死寻常！撤！先去粮堂，放阵势去了。镇西军、崔家军合围攻击洛阳，围城多日，难以强攻。李逆巧妙用计，令郑国公家人撕开城门，镇西军、崔家军才得以潜入洛阳。福原儿奋起反抗，率守军苦战2日1夜，终于不敌。
大都督一条命，原本想守住洛阳，来换这条命，没想到，洛阳一失，看来今天我真的把这条命还给大都督。将来的天下，就是你们这等少年英杰的。等到你和他争夺这天下的时候，那将是何等的精彩啊！可惜，老夫看不到了。我去河边走走。哦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你先忙吧。好。里面东西都收快一点。是。怎么说都不说一声，就突然要把营搬出城了？我们崔家军如何行事，还要向皇孙禀报啊？那倒不是。只是走得匆忙，想起不能送你一程，又想起不久后你便要回瀛州，从此山高水远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。那我答应你，等我回瀛州之前，一定好好来跟你道别。你说的。这是怎么打的呀？哎，在劳兰关，狼特别多。每一次出城遇到狼时，我们便会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来打狼。日子久了，大家都学会了这项技能。每当闲暇的时候，便会在劳兰关河边打水漂。赢的那个呢，第一块烤羊肉便归他。听起来真有意思。想试试吗？不够远，我教你。拿着。
十七郎，崔离来见过我。崔离，此人志大才疏，且小人无解，为了权势不择手段。怎么，他找你所为何事？他想联手我们击杀崔林。小裴将军，在下有意与镇西军联手，击杀崔林。你就不怕我把你绑了起来，送到崔公子面前啊？恕在下直言，就在杀崔林这件事情上，你我二人的立场应该是一致的呀。从望州到洛阳，我那个堂弟应该没少给你们添麻烦吧？如若没有他，粮草你们有了，这城池你们也早就拿下了。小裴将军，你难道就没想过斩草除根，除掉这个心腹大患吗？在下可以向你保证，等崔林死后，这崔家军由我节制，到时我一定拥戴皇孙，以镇西军马首是瞻。事成之后，洛阳由我节制，如何？张口便要洛阳，你胃口不小啊！小裴将军，这洛阳由在下节制之后，镇西军便可长驱直入，直奔的西长境。届时，你们能够击杀孙敬那个逆贼，这全天下都是皇孙的了，自然可光复大玉王朝。到那时，还会在乎区区一个东都吗？是吗？如此，便一言为定了。在下斗胆，还想向将军讨一信。什么信？还请劳烦皇孙手书一封，言明事成之后，那洛阳由在下节制，如何？是，小裴将军，这是何意啊？崔公子想要皇孙殿下的手书，也要看能不能杀了崔林。你什么事情都没干，就想要手书，恐怕不太合适吧？啊？是，将军说的对。啊，不如这样，在下先去把崔林的手下们给，待事成之后，再向皇孙讨要信物，这样如何？届时再谈吧。此等小人，必须告知崔林，让他提防一二。十七郎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不过我还是想堂堂正正与他在战场上一决高下。我并不愿意看到他被小人暗箭所伤。桃子姑娘，这个是十七郎给何校尉的。还有这个，这是我给你的。这是什么？猪耳朵，我跑了好几条街才买回来，还热着呢。我不要。可是，你上次不是说你喜欢吃吗？我现在又不想吃。喂，怎么了？我这几日和校尉住到城外去了。你感觉身上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？哦，没有，你给我的药挺好的，我就养了2天就好了。那，这个给你，每日涂3次，这回的药包管淋漓。谢谢桃子姑娘。那，什么呀？猪耳朵呀，本姑娘忽然又想吃了。给。姑娘家真奇怪啊。校尉，皇孙殿下的信。你怎么这么高兴啊？
没有啊，我有什么可高兴的？难道不是因为耳朵？什么耳朵？那不是猪耳朵吗？校尉，取笑我，我不给你吃了。阿莹，闻得崔家军中有叛者，预谋崔公子性命，恐有利害阴谋。你与公子左右多加留意，有别后珍重。从今日起，再增加一支亲卫保护公子。此去瀛州，行军路途复杂，务必要保护好公子的安全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阿莹，怎么忽然想起来要增加我的护卫了？公子，收到线报，崔离欲对公子不利，我军即将拔营，公子的安危必然是重中之重。阿莹，不用担心我，连番行军辛苦，你本来思虑就多，应当要好好保重。为公子考量是我的本分。行。桃子，帮我把这封信交给谢长耳。怎么了？你最近总是取笑我不给你送信。你这是不想送信呢，还是不想接谢长耳啊？要是后者的话呢，这样，我在信上呢再添上一句，告诉他们以后送信就让老鲍来，免得惹我们桃子姑娘不高兴。哎，你看你，那他们都是一丘之貉，谁送不都一样？我来吧。那你早去早回啊，可别欺负耳朵。谁欺负他了？哼，嘴硬。皇孙，这是睡着了？我校尉要再不来，我怕我要睡到晚上才行。沐天席地，17郎真是到哪儿都能自在逍遥啊！自是因为此刻清风为善，草木为香呢。你睡着了？睡着了。你为什么要提醒我，崔离会对我们家公子不利啊？因为我提醒了你，你就定然会回心来劝我。若是我偏偏就不约你见面呢？那就我约你见面呗。我要回瀛州了，答应过你，要和你好好告别。下雨了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好啊。没想到皇孙还准备了这么一间屋子。那是自然。
还好有这个屋子躲雨，要不然我们就成落汤鸡了。皇孙落汤鸡的样子，我又不是没见过。巧了，姑娘落汤鸡的样子，我也见过几次呢。清香沁人，入口微苦，别有一番风味。这是竹叶茶吗？没错。民间呢，常以竹叶为煎，代作茶饮。皇孙的身份如此贵重，却对乡间生活了若指掌。人生在世呢，身份什么的最不值得一提。贵为天子又如何？还不是一碗饭，油茶。我倒觉得在这里当个田舍翁，活得更痛快些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若是天子无道，田舍翁们流离失所，就连粗茶淡饭也成了奢望，还谈何痛快呢？也不知道这儿有没有一碗饭，可以填饱我们田舍翁的肚子。都准备好了。这是好。哇，这不行。我厨艺不精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给你露两手。十七郎亲自下厨，我岂敢嫌弃啊？不过，我好像什么都不太会。哦，生火我应该行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我来看看啊。没想到皇孙准备了这么周全的食材。我怕你肚子饿呀。哇，你还真的会烧菜啊？这有什么的？我们在劳兰关，洗衣、打猎、缝纫、做饭，不都是自己来做？那你在劳兰关的时候，没有带侍婢吗？我要带侍婢的话，与我在京都王府里的生活有什么分别啊？身为皇孙，却不喜欢王府锦衣玉食的生活，倒是有趣啊。我呢，是鄂月出生的鄂子，从小先帝和父王就不喜欢我，这样的锦衣玉食，不要也罢。拉风箱烧火呀。好。烧火放火是我最擅长的。拉香烧火呢，也要讲究技巧的，要慢慢的这样推进去，再慢慢拉出来，慢慢推进去拉出来。还有呢，我试试。火候很讲究的，可不能忽大忽小，这样炒出来的菜就不好吃了。放心吧。来。自从孙敬起兵，我离开平凉后，就再也没有这样一个下午可以如此安逸。能与知己在屋檐下赏雨的这份闲心，更难得。前几日，我还做梦回到劳兰关，打了一头特别肥的黄羊，正烤着呢，梦就醒了。我很好奇，劳兰关真的有那么好吗？值得你如此念兹在兹？
行无辙迹，居无仕路，岂不快意？日后我邀你同我一起去狼兰关，你可愿意？你明明知道这是梦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十七郎，你以如今的身份，还能抛开一切，重回边塞，过那样的生活吗？难得有一场好雨，将你我困在这里。雨停之后，又该各奔东西了。我们说些别的吧。好，那就说说你吧。你小的时候是不是特别顽皮呀？何止顽皮，简直顽劣。我父王打我的藤条都不知道断了多少根呢。看来梁王殿下这番苦心管教，这收效却是甚微啊。我倒不怕挨打，我就怕念叨。我娘生我时难产而亡，整个王府之中，只有董王妃对我十分照顾。我父王又不喜欢我，我的2位兄长都仗着父王的偏心，总让我顶包挨打。日子久了，父王就更讨厌我，见到我就皱眉。真想不到，你还受这样的欺负。我那2位兄长都是董王妃所生，我娘是董王妃身边的侍女，听说从前义不得宠，幸好董王妃对我娘十分照顾。我阿娘过世之后，又是董王妃抚育我，为着王妃，我也就万事不与兄长们计较。你是一个心善的人，别人对你好一分，你便也十分报之。后来，董王妃病故了，我在家中了无牵挂，也厌倦了在京都的生活。我宁可戍边保家卫国。于是我就想了一个法子，去了狼兰关。我走的那天，我父王跟兄长们都特别高兴，只有奶娘一个人流着眼泪送我。奶娘呢？现在还在王府吗？她年岁大了，我一离开王府，便将她送回老家，安享天伦。也幸好离开了京都，只是许久未见，不知她是否康健安好。还能有记挂着的人，就不会觉得孤独。我阿娘也去世很久了，我都已经快记不得她的样子，但每次想到她，都觉得她在陪着我，我也不会觉得孤单。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人？我真想象不出来。我猜你一定是个人小鬼大、难缠至极的吧？我从小是被当成男孩子养大的，读书练武和其他的男孩没有差别。男孩子学什么，我就要比他们学得更好。都是你爹娘逼你的？不，是我自愿的。我是女儿身，志向与男儿无异，本就该付出更多努力。
起3更，睡5更，要比旁人流更多汗，甚至流更多的血。有时候太累了，受伤了，即使十分辛苦，也会默默忍着，更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。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要是我们早些认识就好了。为什么？这样我们就能一起练武，一起读书，一起打仗，闲来无事，还能像这样聊聊天。这么快雨停了。